杨紫的资料更新至3月15日，网友爆料杨紫不会再去微博之夜了。不过在这张特别挑机位的照片中，却看到了杨紫饰演之前角色时的性感与可爱。在脸上，在一张路透社的侧装照片中，能把杨紫琼拉到杨紫的频道，是流量时代的悲哀，是流量崇拜者的自我放纵，也是自尊心的起因。我们当然希望杨紫也能成为国际巨星，但这属于她的时代，需要时间和经验。装饰。洪水导演批评杨紫演技虚伪，曾因吐槽杨紫演技被网络欺负。杨紫、肖战主演的《余生，请指教》已经播出20集。按照国产偶像剧的套路，男女主应该早就表态要在一起了。是的，但是《余生》没按套路播了一大半，网友们把荣誉戴在了王冠上，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祝贺杨紫。如此反常的情况，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故意为之。女明星杨紫就喜欢用这种时尚风格来搭配自己。在众多的着装搭配中，杨紫喜欢用比较宽松的袖子来装点自己，让自己的时尚感更加舒适。不得不说，杨紫真的很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白雪公主。长裙的她显得优雅，太显嫩了。那我们就借用杨紫的时尚搭配风格，来增加她的时尚搭配效果，让她的形象更美，有一种高级高贵的时尚效果。由于原著篇幅较长，字数较多，整部剧的翻拍制作周期也会相应加长。从平日里的采访和宣传也可以看出，杨紫对这部剧的重视程度，努力改编剧本版。我发现对情节进行了很多更改。许嵩和杨紫都唱过《Lydia》，非乐队金曲回忆杀。周6号，许嵩和杨紫合唱《Lydia》，非乐队金曲回忆杀。毕竟杨紫的衣品越来越好了，她身穿黑色鱼尾裙，亭亭玉立。成熟女人的魅力挡不住杨紫的衣品，毕竟她越来越会穿黑色鱼尾裙了。修身优雅的黑色鱼尾裙，看着杨紫的眼神，你能感受到她有多绝望吗？罗云熙竟然是作者的最爱。事实证明，张小龙是对的。不要跟杨紫直接比，能跟杨紫比的人有几个，就直接比吧。不需要太多的台词和动作，看他的眼神就能感受到绝望的他。杨紫真的把那种心碎绝望的感觉演绎到了极致。不得不说，杨紫的共情能力真的很厉害，分分钟把观众带进戏里，绝对不是说说而已。毕竟同样的台词和剧情，翻拍出来的效果让人感觉卡在喉咙里，而杨紫却将悲愤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尽善尽美。诚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经典永远是经典，翻拍总是近乎鸡肋。拍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时候，导演一拿到剧本就想到了紧密的最佳人选，就是有点喜剧天赋的杨紫。我以前拍她诛仙，而且我发现她其实很适合演喜剧。杨紫拿到剧本后，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前期服用绝情丸的锦觅演绎成天真无知的世事，而不是傻白甜。为了肚肚刚刚好，杨紫也是煞费苦心，生怕大家看了会吐槽，怎么这么傻白甜。好在杨紫前期没心没肺的演技，成功奠定了锦觅的人脉。原来导演真的没有凡尔赛功，他根本不需要演，站在那里的就是角色自己。罗云熙真的不用演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了那种感觉。陌上如雨先生，天下无双。罗云熙身上肯定有古装综合症，也只有这样的风度和颜值，才经得起10倍速慢放，在导演刁钻的镜头里，每一帧都能演成名场面。香蜜在影视的时候，润玉这个角色让导演很头疼。虽然他是这部剧的男二，但是他温婉如玉的形象和气质却是选角的一大难点。试镜的演员虽然不少，但没有一个能冲击导演的审美。就在导演一筹莫展之际，原著作者点仙向导演极力推荐了罗云熙。在节目邀请了点仙参与编写剧本后，身为原著的他自然对润玉这个角色十分执着，于是私底下开始物色合适的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了罗云熙的视频，顿时觉得这就是他心中的润玉。罗云熙接到节目邀请后，也很喜欢香蜜的剧本和润玉的人设，两人一拍即合，润玉选择了这个。
而罗云熙不愧是原著作者选择的那个，无论是前期的温婉儒雅，还是后期黑化后的冷傲狂暴，在有限的剧情中，他真的给了润玉灵魂。尤其是润玉救出母亲的时候，一场戏，不管是从背后拍，还是从脸上拍，都没有一件衣服、一根头发可以阻挡。这样的名场面，恐怕再也无法重现了。导演只是让他演一个恶毒女配，结果他非要一武成神。你让这么好看的人天天像狗舔一样，如果不是编剧给了他一个爱情脑子，何穗就会在事业上追随润玉，走上人生的巅峰。拍香蜜的时候，导演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剧中的穗禾公主这个角色，导演喜欢的女演员没有一个愿意出演。两件事情，为了得到男主，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害死了女主的父亲，还嫁祸给别人。春春是为男女主服务的反派工具。这样的人，要是摆出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谁演谁都会被骂。儿子，眼看没人愿意演，而且剧组的开工时间也指日可待，导演看出这哪里管用了。考虑到穗禾在剧中会有优美的舞蹈表演，导演决定启用有舞蹈基础的新人，最终选定了新人演员王一菲。虽然这是王一菲第一次拍古装，也是第一次挑战反派角色，但她真的把何穗不被爱的痛苦、迷失自我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演绎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角色的潜力、特征。难怪连导演都夸她进步了。你觉得王一菲的演技如何？氧气。肖战那片海蓄势待播再传喜讯，肖战上路透新热搜，浏览量过亿。近日，肖战、李沁主演的《大海》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正式宣布进入备播状态。时隔多日，肖战凭借最新路透登上热搜榜，阅读量在较短时间内突破1亿，这是观众的热情和厚望。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肖战的作品频频上热搜，从《玉骨》到《那片海》，不管是谁，都希望尽快播出。据悉，在官宣肖战新剧《大海》进入预播状态后，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网上流传着肖战骑单车的最新路透消息，可以用潇洒来形容，帅气十足，气质一览无余。目前，该热搜话题阅读量已成功破亿。话题之下是观众的期待，他们都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尽快播出，提上日程。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大家的态度就不用多说了吧，希望文件能尽快修复。一直处于准备播出的状态，该播出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肖战出道这么多年，肖战一直在默默付出，努力提升自己，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结果都看在眼里。肖战成功了，走得很顺利。总之，恭喜肖战！还是那句话，希望早日见到肖战。不管是玉骨大海、烈日与我同行，只要是肖战，我非常期待。肖战不仅是娱乐圈的艺人，更是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正能量偶像。此外，肖战还多次破圈，跨界闯荡江湖，一次次为国争光。这样的肖战，令人肃然起敬。03。孟子义新剧《花琉璃异事》正式定档3月15日看琉璃郡主玩预镜。3月13日，孟子义主演的电视剧《花琉璃异事》正式发布预告，该剧将于3月15日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孟子义在剧中饰演花琉璃一角，与万众期待的古装新角色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花琉璃异事主要讲述了从小生长在武将世家的娇弱郡主，在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乱之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玉京处处巧手，在决绝后最终爱上了太子。一连串的阴谋和危机，动人的故事。此次孟子义在剧中饰演的花琉璃，是一位貌似矫情柔弱，实则身怀绝技的美丽郡主。拥有2张脸的花琉璃，着实让人期待。最新发布的定档海报中，孟子义饰演的花琉璃一袭米紫色，笑容灿烂，温婉可人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孟子义剧中精致的造型，一经上映就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期待。同期曝光的先导预告，则向我们展示了花琉璃古怪的性格与他与太子书信中截然相反的形象反差。两人之间又会展开怎样的故事呢？
脆弱的华军后期能否成功逆袭，让我们拭目以待。即将开播，且看孟子义饰演的华妃如何游玩玉京。3月15日，锁定腾讯视频花琉璃奇闻，我们不见不散。